The rest of my responsibilities as senior can wait till tomorrow.大家好，欢迎来到绝区零2.1版本前瞻特别节目，我是编剧小 Q。大家好，我是编剧恩呢。恩呢，非常高兴今天能和神将们见面，并在这片风景宜人的海滨，为大家带来这一期前瞻节目。来到海边，感觉大脑一下子就放空了。那在节目正式开始前，我们就先跟大家一起回忆一下2.0版本的内容吧。好的。在2.0版本，神将们接受了市长的委托，以云盔山见习弟子的身份来到魏飞地，暗中调查莱姆尼安空洞数据异常的原因。结果，初到魏飞地的神将们就卷入了一起缓食药剂失效事件。随着调查的深入，神将们发现事件元凶正是潜藏在当地的神秘组织称颂会，也是他们影响了空洞数据。当然，最终在神将们与云盔山同门的齐心协力之下，魏飞地恢复了安宁。但细心的神将们一定注意到了剧情结尾处莎拉的一句话：亲眼所见的不一定是真相。没错，就这样，伴随着未解的谜团，新爱丽都也迎来了盛夏，而这注定是一个令人目不暇接的不平凡的夏季。Walking along the beach, feeling the waves lap at your ankles, kicking back in a lounge chair under the sun, watching fireworks light up the night sky. What's that? Don't be scared, Alice. Just stick with us. Only those brave enough to face these tales have the right to uncover the truth. Got a summer surprise! Here to sign for it? I'll help blast your troubles sky high! Crunch time! Your luck's run out! Go, Kama! I'm sorry. I owe you this. I can't let them discover this drainage route. I have to get as far away from here as possible. You mortals just won't get the Great Overseer's plan. No! Yuzuha! You're lying! That girl and I are both decorative props. Just here for show. Mr. Damien, I have just what you need. I am no longer weak. My sword shall prove it! For the Time-Field name, I will never lose! Perfectly symmetrical! Behold, the most symmetrical swordplay! Sometimes I wonder, have I found the courage to shine with that same brilliance? Welcome, everyone, to Fantasy Music Festival! Let's make this a summer night to remember! The fact that we were able to meet each other in this lifetime is nothing short of a miracle. I'm really glad I met you and that we became friends. Today, you shall be my knight. Sound good? Hey, keep spacing out and I'll blast you with a water gun! So, summer's ending already? It's not over yet! As long as we're together, every night is one to remember this summer. 神将们感觉如何呢？是不是要比想象中更清凉？看完 PV， 大家可能会有很多关心的问题。首先，还是让我们先把目光投向魏飞地，看看之前称颂会事件的余波将在这里掀起怎样的风浪。每个版本的主线推动也是神将们非常关心的问题。在整个第2季的主线故事中，2.1版本是一个承上启下的重要版本，之前的骚乱只是一切的开端。只说到这种程度，神将们今天可不会放我们回去，还是赶快给大家剧透一点背景信息吧。好，那就要从魏飞地在新爱丽都独特的地位说起了。这里是重要的灰瓷产地，灰瓷作为一种重要材料，不仅用于建造誓语塔，也被广泛用于制造武器。比如剪的小刀就是用灰瓷制成的。目前来说，防卫军是灰瓷的最大采购方，但灰瓷生产的主导权和一些核心技术却在 TOPS 手里，这也就导致了军方和 TOPS 间暗潮涌动，长期摩擦不断。
这么看来，魏飞地会出了乱子，军方很可能会趁机做文章，Toms 和灰烬美克则会努力大事化小。所以在2.1的故事开端，灰烬美克主动在魏飞地开展了安全调查，表达自己有能力管好魏飞地。不仅有 Tops 高层来捧场，还请来专家成立了一个督导调查团，毕竟对市民那边也要有个交代。听起来像是五粮资本家的惯用套路。那大家都懂的。总之，2.1的故事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展开的。接下来提到的一个内容可能会有些出乎大家的意料，即将登场的代理人爱丽丝就是灰烬美克督导调查团的成员之一。哦，这是怎么回事呢？大家还记得之前提到的缓食药剂吧？这是空洞工作人员的保命药物，爱丽丝的家族就持有这种药剂的重要专利，每年依靠专利就能获得不菲的收入。听起来的确很符合督导调查团的需求。这么说来，爱丽丝和露西一样，都是有钱人家的大小姐了。是的，和离家出走当上机车族的露西相比，爱丽丝可能也更符合大众对名门闺秀的印象，姿态端庄，注重礼仪，非常讲究规则与秩序。她对于对称也有着极高的要求。不过，她对于对称的执念并不是与生俱来的。是的，这是以某件事为契机才出现的。说起爱丽丝出身的泰姆菲尔德家族，他们是新爱丽都老牌的贵族名门，家族长期以注重名誉、洁身自好著称，在民间有着很好的口碑。既然注重名誉，她加入灰烬美克的调查团真的合适吗？这当然是有原因的。具体的来龙去脉，就请神将们在主线剧情中一探究竟吧。不过我记得好像之前爱丽丝的阵营卡片上写的阵营是怪诞屋。关于这个问题，神将们也可以在主线中得到解答。那接下来我们先来介绍本次会登场的另一位代理人福波佑叶。虽然爱丽丝出身名门，但佑叶的身份和她比起来也毫不逊色，因为她其实是一位来自龙宫的公主。想不到吧，新爱丽都还有这种东西呢。开玩笑的，佑叶其实是灰瓷工艺品店市鬼斋店主的女儿，目前就读于一所企业校，和波野真斗是同校同学。听说佑叶每逢周末和假期就会回到陈辉平，帮助父亲打理店铺，而且他从小就伶牙俐齿，非常懂得利用有趣的故事怪谈向客人们兜售店里的商品。对，佑叶知道许多怪谈故事，他也经常和狸猫伙伴阿福一起利用怪谈进行整蛊，像恶作剧女巫、狸猫仙人之类的，都是他恶作剧时候使用过的身份。龙宫公主也是吗？龙宫公主打钱。龙宫公主的确是佑叶讲过的故事，但并不是恶作剧的素材。佑叶很少会把同一个故事讲2次，但唯独对他情有独钟。说不定这其中也有一段故事呢。佑叶虽然喜欢恶作剧，但并不会开过分的玩笑。她自身是个很有正义感的女孩。灰烬美克这次开展象征性的安全调查，让佑叶感到愤慨。她也决定用自己的方式来战斗。后续我们也会带来不同的短片，为大家展示更多关于二人的故事。其实刚才我们讲了很多爱丽丝和佑叶的性格和出身背景，大家会发现这2个人可以说毫无共性，他们的人生也几乎没有交汇的可能。还得是灰烬美克啊，一出手就让2人走到了对立面，鼓掌。秉承看热闹不嫌事大的原则，我们为神将们提供了亲眼目睹整件事情的机会。不过神将们和他们的相遇，也可能会牵动所有人未被察觉的命运。无论美好的还是不堪的过往，终将被迟来的海浪卷上海岸。当然，刚才的介绍只是针对2位代理人角色的，除了他们之外，其他很多角色也将活跃在主线故事中。比如大家之前已经认识的博野真斗和达米安，还有一位神秘的伊瑟尔德小姐也将在故事中登场。在故事结尾处，神将们还会收获一个与魏飞地的命运密切相关的重要线索，只不过再说下去就真的要剧透了，这里就先让我们卖个关子吧。那我们还是赶快把新场景和新怪物相关的内容端上来，消化一下大家的情绪吧。好的，在2.1版本中将开放2座全新的故事舞台：虬龙围与启梦度假村。虬龙围位于陈辉平山崖下方的海岸，是2.1主线故事的重要发生地。这里的历史几乎和陈辉平一样长。过去从空洞里开采的灰岭石会先在这附近将附着的以太物质清洗干净。是的，一直以来这里的居民生活水平都更低一些。在旧都陷落后，这里也居住了不少无家可归的人。目前有很多人以打零工和回收空洞里的灰瓷废料为生。进入2.1版本后，大家可以直接在陈辉平的地图上看到虬龙围，传送起来也很省时间。而启梦度假村
则位于索恩区本区，坐拥风景优美的海岸线，充满了浓郁的假日氛围。毫无疑问，这里就是版本主题活动的发生地了。除此之外，绳匠们还将在剧情中走上魏飞地的山路，莱姆尼安空洞内也会开放2个全新场景，当然也会有新的怪物。刚才大家在 PV 中应该也隐约看到他们的模样了。是的，在游戏中，绳匠们不仅可以了解他们的战斗方式，也能了解他们具体是为何诞生于空洞中，甚至还能在法厄同图鉴的怪物情报中看到某段未曾言明的故事。当然了，在紧张的主线过后，大家最渴望的还是能够好好的放松一下。没问题，奇梦度假村的故事就发生在2.1主线结束后，绳匠们可以来这里尽情享受愉快的假期。这也是怪诞屋阵营的第一次集体活动。刚才在介绍主线的时候，我们还没有来得及跟大家好好介绍一下怪诞屋是个什么样的组织。其实，怪诞屋是一个神王子论坛，专门分享和解决灵异怪谈和未解之谜。是的，怪诞屋并没有加入门槛，成员之间基本都是有共同兴趣的网友。而这次的夏日故事，就由怪诞屋的右叶、真斗、新成员爱丽丝，还有我们的法厄同兄妹来展开。绳匠们终于可以实现去年沙罗黄金周的度假梦了。而且这次度假村的费用也非常划算，只不过各方面条件这么好，不出意外的话就要出意外了。那接下来发生什么事了呢？众人来到奇梦度假村后，就发现这里其实陷入了严重的经营危机，基本没什么客人。而且没过多久，大家身边就出现了一些十分诡异的，甚至有些惊悚的现象。虽说度假村没有人气的原因找到了，但这个假还能度吗？怪诞屋面对怪谈，当然是来者不拒。于是大家接下来就决定一边解决度假村的经营危机，一边调查怪事背后的真相。而度假村也会在大家的努力之下，开放环岛射击、冲浪、海钓和水族馆4个娱乐项目，甚至还将举办盛大的海滩音乐节。除了这些之外，右叶的夏夜番外《人鱼之梦》以及爱丽丝的夏夜番外《乘风破浪》也将随着活动进程逐步解锁，我们也会更加了解2位代理人。没错，版本活动《仲夏游梦奇谈》有超多丰富内容，欢迎大家跟随怪诞屋前去一探究竟。那话不多说，接下来就为绳匠们带来2位新代理人的战斗相关情报。首先来介绍一下福波右叶 ，S 级物理属性支援代理人。武灵精怪的右叶在恶作剧和战斗方面都是高手，当然战斗方式也相当有个性。发动强化特殊技，右叶协同狸猫阿福向敌人扔出糖果炸弹，造成物理伤害，并使敌人陷入甜蜜惊吓状态。此时，右叶可以为全队提供攻击力加成，并使全队的伤害提升。看敌人身上一闪一闪冒的糖果，属实是被右叶吓得不轻啊。此外，当右叶自身的异常掌控达到一定程度时，使敌人处于甜蜜惊吓状态后，全队的异常积蓄效率提升，造成的属性异常伤害和紊乱伤害提升。该额外能力在队伍中存在异常或怪诞屋阵营代理人时触发。看来右叶可以很好的给队伍提供多种增益。而且大家可能注意到了，右叶发动强化特殊技时，这里的点数有所增加，这是甜度点。当我们操纵其他代理人攻击敌人时，如果右叶有甜度点，就能消耗它，发动右叶的追加攻击。右叶会围绕敌人旋转伞柄，持续攻击后射出一发强力炮弹，造成物理伤害。看来右叶也是我们战场上的好帮手了。那么甜度点该如何获得呢？右叶进入战场时会立即获得3点甜度点。此外，强化特殊技、连血技、终结技等也可以回复甜度点。接下来，我们再说回右叶的甜蜜惊吓，其实它还有一层重要作用。处于甜蜜惊吓状态的敌人会持续受到右叶的彩糖花火攻击，且该攻击的异常积蓄效率提升。右叶的普通攻击、硬糖射击或支援突击、加薪硬糖射击，命中处于甜蜜惊吓状态的敌人时，会触发彩糖花火级攻击，造成更强的积蓄效果。需要说明的是，彩糖花火攻击和彩糖花火级攻击积累的异常积蓄值不会参与异常伤害结算。最后，重点来了，当处于甜蜜惊吓状态的敌人首次被操控中的代理人以和自身属性相同的攻击命中时，会触发10人10色效果。右叶的彩糖花火和彩糖花火级属性攻击会转变为该代理人的属性。我来翻译一下，
也就是说，右叶会帮助触发食人食色效果的代理人积攒其异常积蓄值。这个代理人是什么属性？食人食色机制就会将右叶的彩糖花火攻击转变为这个属性，以大幅提升它异常积蓄值的积累效率。是这样没错。不同代理人的异常积蓄值也是可以分别积蓄的。那接下来我们进实战看看。开场，我们先操作右叶攻击敌人，攒够能量值后释放强化特殊技，使敌人陷入甜蜜惊吓状态。触发快速支援后切换雅继续攻击。通过食人食色机制，将右叶的彩糖花火转变为烈霜属性。在这个过程中，右叶还会消耗甜度点，协同追加攻击。长按普通攻击，右叶进入防御姿态。狸猫阿斧会协助右叶攻击敌人，期间右叶会招架敌人攻击。若成功防御敌人攻击或发动极限支援后，在恰当的时机点按普通攻击键，还可以触发支援突击，加薪硬膛射击。释放终结技，右叶抛出狸猫阿斧攻击敌人，同时扔出糖果炸弹，对周围大范围敌人发动强力打击，造成物理伤害并恢复甜度点，同时也会使敌人陷入甜蜜惊吓状态。最后，在此次的0号空洞中，右叶也会有全新的独特机制供大家体验，稍后可以在活动介绍部分详细了解。这里也先为大家展示一下。那我们再来看看爱丽丝吧。好的，爱丽丝 S 级物理属性异常代理人。作为贵族家族的继承人，爱丽丝不仅通过常年努力习得了精湛的剑术，还钻研出了特别的机制。首先，当队伍中任意代理人对敌人施加物理属性异常状态效果后，在效果持续期间，爱丽丝每秒会对敌人额外造成基于原属性异常伤害一定比例的伤害。此外，该强击被触发紊乱时，紊乱效果的伤害倍率提升。兔子急了也是会咬人的。另外，爱丽丝在施展剑术时还会额外积累剑移。长按普通攻击蓄力，可消耗至多3格剑移。松手时，爱丽丝会向前方敌人发动多段斩击，对敌人施加猛烈的打击，造成大量物理伤害和物理属性异常积蓄值。招式发动期间拥有无敌效果。爱丽丝消耗3格剑移，最后一段攻击命中敌人时，发动急性强击，会无视属性积蓄，造成一次强击伤害。急性强击可以与物理异常在内的其他异常效果触发紊乱。爱丽丝在后场也可以发动急性强击效果，并结算紊乱。好厉害。那么剑移该如何积攒呢？通过多种招式都可以积攒剑移，例如强化特殊技，攻击命中敌人时，通过属性异常积蓄造成强击效果时，等等。此外，爱丽丝的额外能力也能回复剑移。当配对中有其他异常或支援代理人时生效，我们操作任意角色触发紊乱效果，就可以使爱丽丝回复剑移。当异常掌控达到一定程度时，爱丽丝还会基于异常掌控获得异常精通。我听说作为剑术高手，爱丽丝也会很多花样技巧。是的，例如释放特殊技或2种强化特殊技，都可以攻击并穿过敌人，并在招式发动期间触发极限闪避。若能量值充足，释放强化特殊技，爱丽丝会后退并发动斩击，随后向前穿刺，造成物理伤害。招式发动时可触发极限闪避，招式发动期间拥有无敌效果。虽然在日常生活中经常被吓到，但在作战状态下，爱丽丝能够面对危险迎头而上，同时完美躲避敌人，勇气和实力都不容小觑。接下来我们进实战看看吧。我们首先使用爱丽丝将敌人打出物理属性异常状态，此时爱丽丝会额外对敌人持续造成伤害。切换柳继续攻击敌人，并触发急性紊乱。爱丽丝的核心被动生效，使被紊乱造成的伤害倍率大幅提升。当在战斗中积满剑移，长按普通攻击，爱丽丝将施展华丽的剑术，对敌人造成大量伤害。她将无视属性积蓄，发动一次急性强击，并能够结算紊乱。宣响值积满，发动终结技。爱丽丝自信举起手中之剑，对前方大范围敌人发动多段强力斩击，造成大量物理伤害。高贵而勇敢，这就是爱丽丝的剑术传达出的信念吧。在0号空洞的新玩法中，爱丽丝也会有全新的独特机制供大家体验。
一起来看看吧。说到高贵，其实怪诞屋还有一位也很有贵族风范哦。我知道你说的是谁。接下来我们就来介绍一下怪诞屋的帮部艾斯米小姐。无论是日常还是战斗，艾斯米小姐都会随时以最闪亮的姿态做好准备。技能发动时，艾斯米小姐将变身进入飞行状态，跟随在代理人身边，并召唤出道具提供增益。道具分为2种，第一种星营可以为代理人回复能量值，第二种换炮可以回复生命值。前场代理人的当前生命值百分比越高，艾斯米小姐召唤星营的概率就越高。当队伍中存在指定数量的怪诞屋阵营角色时，换炮回复的生命值和星营回复的能量值都将提升。缺什么补什么，艾斯米小姐真是太贴心了。发动连血技时，艾斯米小姐会投掷一枚魔法炸弹，造成物理伤害，并积累大量物理异常积蓄值。平日是谈吐优雅的帮部助手，危急时刻就立即变身保护主人。看来艾斯米小姐对于名为爱的魔法也是非常精通了。是呢，一口气聊了这么久，绳匠们也需要放松一下了。明白，兑换码端上来。欢迎回来，新代理人和帮部绳匠们已经有所了解了。接下来就为大家介绍一下新版本的调频信息。在 2.1 的上半期，绳匠们可以通过独家频段细语幽谈和殷勤频段喧哗奏鸣，获得限定 S 级代理人福波右叶和 S 级殷勤理法7变化。这么可爱的右叶，我抽定了。在下半期调频中，我们的大小姐也即将登场。在独家频段覆草方式和殷勤频段灿烂和声中，绳匠们可以抽取限定 S 级代理人爱丽丝以及 S 级殷勤10方断星。泰姆菲尔德家族还缺管家的话，我将第一个报名。醒醒，你的单做完了吗？此外，往期的限定代理人和殷勤也会依旧迎来复刻。绳匠们可以在上半期的对应频段中获取 S 级代理人星剑雅以及殷勤陷落星殿。在下半期，则可以通过调频获取 S 级代理人月城柳和殷勤石流贤者。对空6克的顶级战力和至强大脑再度登场，感兴趣的绳匠们不要错过哦。2.1版本依旧会开启签到活动，绳匠们可以累计获取10枚加密母带和10张帮部券，一定要记得登录哦。此外还有全新可解锁的头像，与对应代理人建立合作即可获取。另外，新一期的鏖战试炼也有新头像可以获取。随着代理人上线的还有他们的信赖事件，满足条件即可解锁密友同行，对怪诞屋的各位进行邀约。补充一下，月城柳的邀约同行也会在此次追加上线哦。满足相应条件也可以解锁福波右叶和爱丽丝的动态壁纸，大家一起来看看吧。不过这个版本绳匠们可是来到了充满活力的夏日海滩呢，去海边没有泳装穿，可就太不尽兴了。不用试探，我知道你想问什么。前面大家看到的代理人和法厄同兄妹的泳装，可不只会在活动中出现，都是有办法获取的。现在就来为大家介绍这方面的情报。在 2.1 版本中，绳匠们通过完成活动《仲夏游梦奇谭》中的任务，可以限时免费获取法厄同兄妹的夏日时装、夏日晴空、浪影闲庭。以上时装在后续版本中也会一并加入商城开放购买。
又一套免费的时装，法儿童的衣柜再次急速更新了。具体的活动玩法稍后还会有详细介绍，请绳匠们千万不要走开。此外，既然绳匠们都有新衣服穿，代理人们的泳装自然也不会少。在新版本更新当天，我们将会上架服部佑一的时装《晴空画梨》，绳匠们可以前往商城购买。爱丽丝的时装《百里香之海》则将在下半期卡时上线时同步上架商城开放购买。接下来就让我们一睹代理人们穿上时装的风采吧。代理人们的新时装真是太可爱了。是呢，那接下来让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好，我们进入休息时间。干杯！王不喝。 This has been the worst week ever in Overtime Boo's entire career. It got caught charging itself using company electricity, short-circuited its own battery, fried the company PC's motherboard, and after 168 hours of non-stop OT, it lost every single work file. But hey, now Overtime Boo's living the dream at Fantasy Resort. It thinks to itself, at least last week's bonus is in the bag. Fantasy Resort. Let your tired self dream again. 这是小歪上班后最放松的一天。小歪来到了启梦度假村，非常开心，洗刷疲惫，放松心灵。喂，小歪，我正做着一个好梦呢，马上到精彩部分就被你吵醒了。看来启梦度假村名不虚传，洗刷疲惫、放松心的疗效这么好。当然了，不过要不要你先和大家打个招呼？好呀，大家好，我是月影小 W， 很高兴参与这次的前瞻节目。话说，在夏日炎炎里找到一片海滩躺下，闭眼感受阳光，听着海浪，确实是非常惬意。难怪怪耽误的大家想让这片海滩恢复往日的盛景。是的，编剧同学们上面提到的版本活动《仲夏游梦奇谭》就发生在这里。在神将们与怪耽误小队的努力下，度假村的新建工作正在有条不紊地展开。咱们别铺垫了，赶快给大家介绍吧。好，神将们与怪耽误伙伴将通过建设特色的游玩项目来吸引游客，目标是提升人气，让启梦度假村再次欣欣向荣。我们先来介绍第一个项目——海上冲浪。为了宣传度假村的冲浪业务，爱丽丝计划亲自上阵宣传。作为泰姆菲尔德家族的大小姐，爱丽丝在海上跃动的姿态也是优雅十足呀。是呀，在冲浪玩法中，神将们将操作爱丽丝在各类海上赛道中游玩，踏上冲浪板，在限定时间内穿越浪花抵达终点。哦，是水上竞速，那还有点障碍才好玩。包有了，我们准备了包含各类机关的赛道，除了需要躲避的障碍物之外，也有各种道具为大家提供增益。神将们也可以在冲浪中使用主动技能，应对不同情况做出漂移、冲刺等操作。激流勇进，开局一张板，速度全靠冲。不同的冲浪板也有不同的增益效果，供大家随心选择。度假村人气值的提升就要靠神将们大显身手了。当然，只有冲浪可不够尽兴，还有其他的游玩项目可以体验。神将们可以操作右叶出海，在环岛航行中来一场欢乐的海上射击。在射击玩法中，神将们将操控右叶，在有限的时间内对海面上出现的各类无人机进行射击，击落不同的无人机以及射击的准确度都会影响到最后的分数。哎，我刚刚看到好像有换弹的操作。是的，若弹药匣消耗完毕，会自动触发填弹，也可以看准时机手动填弹。另外，除了手动射击，我们可以选择长按自动射击。好，本手3档可以直接一键长按突了。不过应该不会只有这一种射击方式吧？那必须不会。随着关卡推进，神将们可以解锁多种不同的弹药，每次可携带2种弹药切换使用。不同的弹药在射速、射击范围、弹药匣的大小上都会有所不同，所以合理选择弹药并灵活切换，才能发挥出更大的威力。没错。此外，每种弹药都还有自己独特的技能，神将们可以根据局势合理安排技能发动。比如这里出现的无人机太多了，我们发动蜻蜓技能一波带走。上次在夏天玩水上大战还是在上次呢，期待啦！更多丰富的关卡内容就等神将们前往新版本体验啦！不止冲浪，
丰富多彩的海钓也是度假村的一大招牌，所以需要一位经验丰富的钓鱼大师来操办海钓业务。那说的不就是我们神将吗？不过这次在启梦度假村的钓鱼玩法会有什么不同呢？其实之前的钓鱼活动中，大家提出的各种反馈我们都有看到，我们也在这次对玩法进行了一定的迭代优化，适度休闲的同时，增加了更多的海域、更多的鱼类以及其他趣味玩法和交互体验上的优化，希望能给大家带来更加休闲丰富的钓鱼乐趣。那就展开说说吧。好的，首先我们在这次加入了代理人陪伴钓鱼，在出海前可以邀请右叶或爱丽丝一起前往不同的钓点，他们也会使用技能来协助神将钓鱼。若是赶上特殊的节点，还可以和代理人约会增进感情。其次，我们也在钓鱼玩法的交互上做了一些优化。是的，原来钓鱼中的连点操作，我们这次改为了准确点击。原来钓鱼一段时间手就会酸，那这个改动还算是真的挺友好的。对的。此外，我们在界面上也相应加入了长按、叠按的文字提示，在界面上方也会直接显示此次钓起的鱼的形象。原来这里我记得是不会显示的，现在加上之后，能更早看到钓鱼的结果啦。另外，这次我们钓上来的鱼不仅可以在图鉴里看到，还可以放进水族馆展示观赏哦。水族馆听起来还感觉蛮不错的，应该会吸引到蛮多游客吧。为了提升度假村人气，建设水族馆也很重要。将不同鱼类放入水族馆展出，再根据自己的喜好装饰一番，打造出独特的景观吧。逐步修复升级水族馆也会获得相应的奖励。神将们还可以售卖鱼货，采购新鱼竿和装饰物。金牌钓手大建水族馆，我喜欢。最后，为了让大家更加休闲一些，我们还新增了自动钓鱼的功能。只要装备自动鱼竿，一键抛竿后就可以撒手不管，让 Fairy 来帮你自动钓鱼了。选择后台钓鱼就可以直接挂机或是下线，等到下次再来收获。这是名副其实的 Fairy 钓鱼，神将摸鱼，在船上吹吹风、晒晒太阳就能有鱼货啦。理解正确。此外，在玩法和交互上，我们也有一些调整，为钓鱼的过程增添趣味。期待活动上线后各位神将们的体验反馈。玩赛博钓鱼，享启梦假期。除了上述玩法，在活动中神将们还可以体验到围绕2位代理人展开的专属剧情线。人气达到一定程度后，其他熟悉的代理人朋友们也将来到度假村与神将共度假日。当然，还有之前已经铺垫过的大家非常关心的奖励话题。完成本次活动，除了可以免费领取菲林，还能限时免费领取法厄同兄妹的夏日时装哦。不得不说，这一身的感觉真的很不一样，有种迎着徐徐海风眺望粼粼碎浪的闲适。不仅是在海边，相信神将们穿上它，走在新爱丽都的其他地方，也会体会到不一样的轻松和凉爽。希望大家能喜欢我们准备的这份夏日礼物，只要完成活动主线，即可领取这套时装哦。大家赶快换上新衣服，和特别的人一起开开心心的共度美好时光吧。中夏游梦启谈活动，敬请期待。听说了吗？随便官里生性老实小师爷竟然离家出走了，这是怎么一回事？我只知道在离开之前，他说顿悟了自己原来是气运之子，有不得不面对的命运。为了不连累大家，所以独自前往糗道破境修行。哇，出现了一大堆可疑又中二的关键词，感觉事情不是很简单了。预知详情，别忘参加全新活动恩的奇闻录。在活动中，神将们需要跟不同对手切磋训练，找出真相。没错，这次活动神将们将发挥聪明才智，通过战术指挥帮部自动作战。通过策略搭配、上场帮部阵容和额外 buff 芯片等等，神将们可以组建强大的帮部队伍，在多轮战斗中击败对手，争夺最终胜利。此外，帮部们分为不同的类型，也拥有不同的羁绊效果。当场上有特定数量的同类帮部时，羁绊效果激活，队伍战斗力会得到增强。持有多名同名帮部，还可以合成身心，让帮部们变得更强。每回合开始，神将们都会获得一定数量的基础金币，使用金币可以招募帮部、刷新商店、升级商店等级。另外，随着等级的提升，上场的帮部数量也会随之增加，还可以抽到更稀有的帮部，获得更丰富的配对体验。如果我总是抽不到想要的帮部卡牌，该怎么办呢？我猜你想要的是这些啊！啊，你居然在线发牌？开个玩笑。言归正传，随着战局的变化，神将们还能卖掉不合适的帮部，换取金币。合理利用金币也是战术的一部分。是的，神将们负责招募帮部、布置帮部、调整站位。战斗开始后，场上的帮部就会自动与对手战斗了。完成一定的战斗后，
PVP 匹配模式、竞技模式也将会解锁。在这个模式中，会有多名神将同台竞技，开启紧张刺激的车轮淘汰赛。对战开始前，代理人会为神将带来效果不同的技能，选择心仪代理人，是时候发挥神将们的聪明才智，应对不同的对手了。获得胜利还将获得段位荣誉和战绩排名，快来与来自各地的神将们一决高下吧！当然，还有故事模式供大家体验，神将们自由选择自己心仪的模式进行游玩吧。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阵容推荐功能，想要放弃思考的时候，就直接抄作业。完成活动任务，神将们还会获得菲灵、全新称号和动态壁纸等奖励。哦，是可爱的邦布呢，不要错过哦。哎，我听说凯莉好像遇到了一些麻烦。没错，她最近很烦恼，一位黑客侵入了 VR 系统，并制作了难度大涨的关卡前来挑衅。对方声称，如果有人能通关本期鏖战试炼，他才会归还 VR 系统的控制权。这种时候就轮到神将们闪亮登场啦。没错，没有神将，新爱利多可怎么赚呀？本期鏖战试炼活动新增了对于技巧级别的要求。具体来说，系统会为神将们的精彩操作技巧评分，代理人造成伤害和使用各种技巧时都会获得相应的分数，而连续使用各种技巧，提高技巧级别后会获得额外的得分倍率。如果想要获得高分的话，就要想办法维持最高的技巧级别啦。可以看到，画面右上角和关卡内的大屏幕都会实时展示神将们目前的技巧级别。对的，完成某些特定的精彩操作还会收到 Fairy 的提示哦。部分代理人还会有特定的代理人加分技巧，神将们选择心仪的代理人来挑战试试吧。说起来，像直线闪避、连击、同场作战等战斗技巧，想必各位神将们早已经得心应手了吧？对的，除了这些之外，我们在快捷手册的战术类别里新增了大师训练一栏，帮助神将们快速练习更多的战斗技巧。这个引导也会在活动结束后常驻保留。双重连携、支援反击、同场作战，高端技巧轻松拿下。此次活动还能看到自己完成挑战的总成绩，以及奖章、荣耀之证的数量。这次还新增了奖章收集数量的全服排行，并且相关称号也会有排名的外显哦。没错，我将第一时间开始熬分，速速拿下最高排名。挫败黑客的阴谋，还能获得菲灵、名片及称号等奖励哦。在 2.1 版本中，新的代理人也会在0号空洞祸首歼灭战中迎来新的兼职任务。届时，右叶和爱丽丝也会和前辈们一样，得到为他们量身定制、能够适应多种作战环境的战术门禁方案，帮助他们完成挑战。此外，祸首歼灭战也将追加新的内容，除了新增关卡外，还有多人配对战斗关卡等待大家来体验。同时较高难度的挑战关卡也即将开启，神将们来试试看能达到多少分吧。是的，参与活动还可以获得菲灵等奖励，欢迎神将们前来挑战。我发现即将开启的整个版本都有一种洒满阳光的感觉。不过，充满活力的夏天，冲向沙滩与海水的美丽假期，是不是偶尔也会遇到一些小问题？你说的不会是那种需要代理人朋友们奋勇作战的小问题吧？准确的来说，右叶和爱丽丝算是主动出击的一方。作为怪弹物的成员，货真价实的怪谈爱好者，这次他们进行的是关于幽灵船的寻宝冒险。哇，终于又来了！在清凉避暑的战场进行一场酣畅淋漓的战斗，这正是夏天该做的事啊！倒也没说错，幽灵船听起来是挺清凉避暑的。需要提醒神将们的是，在爱丽丝的相关关卡中，可以操作爱丽丝体验新的结刃机制。当敌人发动攻击时，若操作代理人在同一瞬间进攻，将会产生强力的碰撞，并赋予代理人短暂的无敌状态。而在右叶的玩法中，则可以体验0号空洞中的战术棱镜方案。哇，两位代理人的泳装也有出场哎！泳装作战当然也是探险的一环。除此之外，完成活动任务还能获得菲灵和调律教营器哦。幽灵船这个怪谈确实有意思，但还有没有更怪的？我们堂堂怪诞屋业务范围应该不只局限在启梦度假村吧？那我这里确实有个小八卦，最近新爱丽都的邦布圈里面流传着一个传说，莱姆尼安空洞里有外星人。外星人大战新爱丽都？怎么样？这则怪谈足够怪了吧？正需要最可靠的神将法厄同来一探究竟哦。
在最新活动“悄悄的太空探秘”中，神将们需要深入莱姆尼安空洞的旧航天城，利用刚刚学到的绝感术、显像之法，在航天城深处的陌生区域进行探索调查，通过扫描收集物品线索，寻找外星人存在的证据。又有新的陌生区域了吗？看来大家对航天城的探索还是正在进行时啊。哎，你说外星人的事是真的还是假的？这可不能剧透啊！欢迎神将们前来探索，领取菲林、帮布券等奖励。空洞探险是很刺激啦，但街头巷尾也有很多精彩的故事哦。新版本中，神将们就偶遇了一位特别的导游，要和我们玩一场相片复原的有奖小游戏，来宣传新爱丽的风光魅力。哦，我知道了，是我们轻松休闲的拼图活动返场了。没错，神将们可以参加新一期的有奖拼图活动，拼出晨辉夏日。在复原相片的过程中，发现蕴藏在日常街头的温馨瞬间，其中还有不少新老朋友的珍贵影像哦。此外，还可以获得菲林、帮布券等奖励。这么看，大家在沙滩上又是冲浪、钓鱼，又是勇闯幽灵船，偶尔还要抽空拼图和寻找外星人的踪迹，累了一天了，要不要来顿生猛海鲜？海鲜，我将立刻拥护你的决定。刚好听说沙滩那边出现了一个摆露天鱼档的神秘男子，在他那里买鱼都不用低迷，只要搜集海贝兑换就行。要是我没看错的话，他手里是不是还倒提着一只迷你鲨鱼？哦，不对，那好像是一只沙哑布。虽说钓鱼佬永不空军，可是谁又能为沙哑布发声呢？别担心，只要参与活动，这辆鱼档传说就能解救沙哑布。神将们每天登录游戏，就能在阿强的鱼档领取一种鱼货，每天首次消耗电量便可以获得海贝。使用海贝的话，还能再次从阿强那里兑换鱼货哦。原来那只沙哑布也是摊主阿强的鱼货之一啊！如果恰好选中了他对应的奖牌，应该就可以救下他了吧？没错，不过我会推荐神将们把奖牌全部翻完，将菲林、帮布券等奖励通通带回家哦。明白了，只需简单翻翻牌子就可以获得丰富资源，还能顺便解救落难小帮布。这个任务我接了。2.1 版本同样也会开启神将们熟悉的双倍活动。活动期间，定期清剿和实战模拟室的材料掉落都将迎来双倍 up。此外，微局抢袭战也有更新，除了加入最新的首领敌人外，新版本中还将增加每个关卡的得分显示，以及当期最佳总分显示，方便神将们更直观地了解到当前的挑战进度，有针对性的再次挑战。达到9星的神将们还可以在界面上看到自己当期最佳总分对应的当前排名情况。说了这么多，也该进入一段广告，给神将们降降温了。不要走开，精彩马上回来。我是服了圈雪糕，我支持甜筒打满，全新夏季限定口味即将上线。欢迎回来，支持甜筒打满。这么良心的甜筒要怎么下口？有人管极梦度假村的商家吗？聪明的神将们总有办法的。言归正传，除了上述的新内容，我们也在持续对游戏进行迭代和优化。接下来就向大家分享一下2.1版本中即将上线的优化内容。好，首先要向大家分享的是关于手柄键位设置的优化。在2.1版本中，我们将扩展手柄键位自定义的自由度。除了菜单键和视图键之外的键位都可以根据需求个性化定制，特别是部分神将们关心的 L2、LT 键以及相应组合键都将支持自定义设置，给神将们更多自由调换的空间。针对轮盘，我们也做了一定的优化，我们对于手柄摇杆的灵敏度进行了校正，尽可能降低神将们操作误触的概率，同时调整了轮盘的朝向角度，优化了视觉表现。对，此次优化上线后，也欢迎大家通过官方渠道继续向我们反馈，我们会持续关注和收集神将们的意见，努力打磨和提升游戏体验。接下来要向大家介绍的是地图系统和快捷导航系统的优化。新版本中，我们为小地图增加了引导线，让大家能更清晰地根据指示前往对应的任务地点。这个不错。但如果我正在做的任务本身有多个追踪点呢？不用担心，当神将正在进行的任务存在多个追踪点，或者同时追踪了多个任务和玩法点位时，地图中会显示多条颜色不同的引导线来区分。另外，
随着新街区的增多，我们也为快捷导航添加了收藏置顶功能。点击右上角的收藏按钮，可以对常去的街区进行收藏，并在列表中置顶，方便大家快速找到并前往。听上去和代理人的收藏功能是类似的。是的。此外，我们还优化了导航系统中的一些功能传送点的排序，将更加常用的传送点放在更前面，方便神将们能更快地找到自己想要的。这样常用的街区和传送点都可以在前排显示，不用翻找了。此外，针对随便观经营，我们也做了一些优化，希望能更方便玩家们。即使是 2.0 已上线的内容，能让大家有更好体验的地方，我们都会仔细评估并进行优化，呈现给各位。是的，首先在制造界面，在 2.1 版本上线后，制造列表里会显示对应的售价，这样的话就可以更清晰直观地选择要制造的商品了。没错。另外，当制造台上有制造中的商品时，打开制造列表，在优化后会仅置顶选中的制造中的商品，其他商品都会按照售价降序排列，可以更方便快捷地选择高售价商品进行制造了。此外，打开制造列表时，商品的可制造数量也会随着材料的数量实时自动显示为最大数量啦。之前在 2.0 版本，我们发现新获得一批材料后，会需要神将们手动拉到最大数量，所以就做了这个优化。优化后，从远征获取到的新材料，前往制造界面就可以快速追加，默认即显示为最大可制造数量，为长时间的制造序号。真的很细节。我们还发现，从原材料的获取途径里点击好物铺，跳转后会显示初始默认界面。是的，因为好物铺要售卖的产品众多，想要原材料要找好久呢。所以 2.1 版本我们也优化了这个跳转，也就是说，如果从材料的获取途径里跳转好物铺，会直接拉起好物铺内对应的界面，方便大家兑换。商品售卖的帮掌柜选择界面里，生肖天赋区域，我们此次也增加了对于电量专精拓展的显示。身强体壮的帮部现在也更容易被挑选出来了。接下来是与代理人时装预览相关的优化。在新版本中，神将们可以在时装预览界面直接对代理人的模型进行缩放、360度旋转以及上下移动镜头等操作，全方位观察代理人穿上时装后的细节效果。不错，之前是要换上时装退出界面才能看得这么清楚，有了这个，大家就可以仔细看好，决定穿哪套了。在后续版本中，我们也将陆续上线其他全部代理人的预览功能。提到时装，还有一个更新要分享。2.1 版本的随便观经营玩法中，将会新增主角西色玲珑、鹤立青霄时装的3个可兑换饰品，感兴趣的神将们可以参与玩法兑换获取哦。除了体验上的优化外，如何为神将们的日常减负，也是我们一直以来没有忘记的课题。在 2.1 版本，我们将再次对恶名狩猎的挑战体验进行了简化。神将们在进入恶名狩猎关卡后，可以不用选择开局 buff、绕开明辉等增益道具，直接开打。人狠话不多，上去就是干。这里也是为想要速刷的神将们提供一个更多的选择，能为大家多节省几秒的时间，我们也是认为有价值的。接下来是关于快捷手册相关的一些优化。首先是神将传奇试炼任务，随着游戏新版本以及玩法内容的不断更新，各位神将们在新安利都都经历过各种挑战，业务也已炉火纯青。因此，我们将在 2.1 版本调整部分神将传奇试炼任务，保持奖励不变的情况下，适当降低任务门槛，同时新增第10阶段试炼，欢迎大家前来完成并领取菲宁等奖励。此外，我们也优化了快捷手册中日常任务的展示顺序。在开启随便观经营玩法后的次日，快捷手册的日常任务展示会将占卜或刮刮卡、品尝咖啡以及开启录像店经营的位置调整到前3位，方便神将们点击前往。好耶，这3个是神将们最常做的任务了，这下可以在首屏直接跳转直达，再也不用向后翻找了。接下来是关于代理人选择界面的优化。随着神将们建立合作的代理人逐渐增多，会发现在选择界面时会比较难快速找到对应的代理人。在 2.1 版本中，我们优化了代理人选择界面的默认排序方式，我们会将同阵营的角色按照稀有度排放在一起。当然了，神将们的收藏和养成置顶的这个逻辑我们依然保留，被收藏和高等级的代理人还是会显示在前排的。这样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找到自己常用的代理人了。是的，现在可以按照阵营快速找到自己想要的安比了。最后向大家同步一下我们的包体减负工作。在 2.0 版本中，我们已经尝试了新的文件压缩技术。这次借 2.1 版更的机会，我们会继续对游戏内大批量的视频采用新码率重新压制。
在几乎不影响游玩体验和视频质量的基础上，进一步释放更多的存储空间。没错，神将和丞相们的磁盘我们都要守护。讲了这么多，相信各位神将们已经对新版本迫不及待了吧？哎，可不止这些哦，我们还为大家准备了有趣的线下活动。没错，首先是 Hoyo Fest 2025将于7月份正式拉开帷幕，届时绝区领展区将在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泰国和越南与各位神将们见面，还有摊位赠品、舞台互动、游戏试玩、周边贩售等超多精彩活动等你来体验。除了 Hoyo Fest， 还有一个好消息在等着大家呢。是的，在8月20日至24日，绝区零将同 HoloVerse 旗下其他产品一起参与2025年德国科隆游戏展。有趣的展台活动和限定赠品在等待着各位神将们，千万不要错过了。更多活动详情和线上福利也将陆续放出，请神将们持续关注我们的社媒资讯。时间过得真快，本期前瞻节目也快要临近尾声了。我不想回去上班。说到上班，大家还记得今天是什么日子吗？当然啦，1年前的今天，新爱丽都首次向全体神将们开放。自绝区零上线以来，在各位神将的陪伴下，项目组一步一个脚印完成了第1季全部版本内容的研发和运营工作，迎来了新的篇章。衷心感谢大家的支持。此外，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振宇也为大家制作了一份特别纪念视频，稍后呈上，不要走开。最后，不如我们就伴着歉意的海风，来和神将们说说心里话吧。第2季是绝区零制作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随着过去开发经验的积累，我们结合了大量神将的反馈，在设计上有了进一步的思考，努力在很多方面做了拓展和尝试，希望带给神将们不只是简单的增量，更是全方位的变革。这其中，我们很高兴看到有一些改变被神将喜欢和认可，也看到了有一些需要神将们重新适应的地方。我们尊重每一位神将对游戏的理解与习惯，也期待着大家能够在新爱丽都获得每个阶段不同的体验，在神将故事的不同篇章里获得新鲜感。如何在变与不变中寻找平衡，是我们接下来要持续钻研的一个新的课题。我们坚信，只有不断的突破，才能长期的和神将们一起走下去。为了感谢大家对我们的信任和包容，以及一路以来的支持，我们决定为神将们送上1600菲林。本次直播结束后，至2.1版本期间均可前往游戏内的邮箱领取。与各位神将们一同前行和成长，在一次次优化迭代中坚守突破和创新的初心，这是项目组永远明确的态度。尽管做到这一点会有很多挑战，但在神将们的支持下，绝区零项目组一定能做到。希望绝区零可以继续陪伴神将们很久很久。不过现在就让我们尽情享受这个美丽的夏天吧。迎面而来的不只是多方势力掀起的风浪，还有海滩、泳装、怪谈，再加上一点点的奇迹。7月16日，绝区零2.1版本迟盈的浪影即将上线，一起在新爱丽都的夏天留下最美丽的回忆吧。我们不见不散，拜拜。Run.